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鸡胸肉别再炒着吃了，把它直接放进油锅里，出锅就是大硬菜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受欢迎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做法吧。6块钱买了1块鸡胸肉，现在我们来把它处理一下。先把鸡胸肉表面的筋膜、肥油剔除干净，不然后面吃起来呢会影响口感。处理好之后呢，不要随便找个方向呢就切了，我们注意看鸡胸肉的纹理，最好呢是逆着纹路来切，这样切的吃起来不塞牙，口感呢也会更细嫩一些，就特别照顾到老人和孩子。现在再切成厚片，太薄的话容易炸干，吃着不够嫩。跟着切成粗条，就切成筷子头大小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切好准备一个大碗，把鸡胸肉放进去，跟着加入1勺食用盐和少许的面粉，下手抓揉2分钟。借助面粉的吸附力和食盐的杀菌作用，抓揉出鸡胸肉上面的杂质和细菌，同时也可以去除鸡胸肉的血水和异味。待手感粘稠后，往碗里边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洗掉鸡胸肉上面的面粉，拽干水分，再换水清洗。最后洗至水清澈不浑浊呢就干净了。控水捞出，2个手掌相互按压挤干鸡胸肉的水分，不要用握拳使劲拽的方式，因为鸡胸肉本身肉质细嫩，太用力了口感反而不好了。装入大碗中，接下来我们把肉腌一下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来一点五香粉，少许的白糖提味。根据个人口味呢，加入适量的辣椒面，再加入1勺生抽调味，同时鸡胸肉的颜色呢也会更好看。好了，下手抓拌均匀，抓揉2分钟，使鸡胸肉充分的入味。时间充裕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冷藏腌制1个小时。好了，先放在一边。我们来准备点小葱增香，把白色杆茎切掉不要，然后我们把叶子切短一点，放入锅中。这时烧点热水烫一烫，烫30秒左右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为了锁住小葱的颜色，后期做出来的菜品呢，小葱颜色不会发黄，依然翠绿。时间到后即可捞出，放在菜板上。我们将小葱切成碎末，加入少许的小葱呢，葱香浓郁，会更加的好吃。那如果有不喜欢吃小葱的朋友，也可以用韭菜呀、小茴香啊等等之类的菜品代替。小葱切的越碎越好，切好呢还可以用刀碾一碾，这样葱香味呢会更浓郁，而且呢会更好的附着在菜品上。切好直接放入鸡胸肉里边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小葱附着在每一根鸡胸肉的表面。接下来往里边打入1个鸡蛋，再次下手抓拌均匀。加入鸡蛋次要的目的呢是增加营养，而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鸡胸肉鲜嫩的口感，做出来口感吃着不发财。顺着一个方向多抓拌一会儿，使每一根鸡胸肉呢都被鸡蛋液包裹住，这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往里边呢加入1勺普通面粉，1勺玉米淀粉，
接着下手继续抓拌均匀。这一步很关键，2种粉都不能少。如果单面粉调面糊，炸好之后呢不经放，还没等吃完就软了。而淀粉调面糊，炸好的立即吃还好，但放凉了会发硬，因此不能单用面粉，也不能单用淀粉，而是2种粉都用，这样做出来呢才酥脆，还不怕回软。调面糊的过程中，如果干了也不要加水，回软呢跟加水也有关。正确的应该是加鸡蛋，鸡蛋能增加面糊的稳定性，让肉更能挂浆，吃着也更香。一直抓拌至这样肉条挂浆呢就好了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把锅烧至冒烟，加入食用油。油温5成热时，筷子放进去，有密集的小气泡时就可以炸了。把鸡肉一条一条的放入锅中，保持小火慢炸。入锅时这里有一个误区，好多朋友炸货时因为害怕，往往呢隔很远就往油锅里扔，反而会让热油溅出，既浪费也不安全。所以下鸡柳时一定要缓缓的一次下入，贴着油面下，高度低一些，才能防止溅出热油。一次放满油面，中大火炸1分钟呢，再进行翻面，这样鸡柳不会脱浆，更好吃。如果量多呢，炸完一锅再炸第2锅，直到所有的鸡柳炸完，不要偷懒，这样炸出来火候够呢才更好吃。炸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温5成热，不过要一直翻动鸡柳，因为油温过高呢容易炸糊，这一点呢大家也要记好。我们第一次炸成这样的浅黄色后，将它们捞出，再进行一次复炸。现在升高油温，再将油温烧热到7、8成热时，将鸡柳倒入锅中复炸一遍，可以让鸡柳更加的酥脆。继续炸，炸到金黄色控油捞出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待所有的鸡柳炸熟就可以出锅了，装入盘中呢即可享用美食。一道色泽金黄、香酥可口的炸鸡柳呢就完成了。趁热咬上一口炸好的鸡柳，口齿留香，特别好吃，一点都不输给饭店里面的口感和味道，而且自己做的更健康更卫生，还可以依据个人口味呢搭配椒盐或者是孜然番茄酱等等都可以，保准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。想要做好这道美食，记住调糊是关键哦。淀粉加面粉，酥脆可口，不硬不软，是酥肉酥香的关键。喜欢吃肉的朋友不妨自己做做看，更实惠一些。按照做法来呢，很简单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